赏花宴上，我不小心碰掉了白云兰的钗环，她开口就要我赔2000两。我看着金钗上镶嵌的廉价珊瑚，正要开口反驳，眼前却出现一串串文字。女配这表情什么意思？是不想赔钱吗？左相家这么有钱，怎么还这么小家子气？怪不得男主不喜欢她。我们女主真聪明，看到男主往这走才开始发难的。这下不赔也得赔，女配最在乎在男主面前的形象。可她舔了一辈子又能怎么样？我们男主爱的从来都是女主，还好她死得早，留下的嫁妆够我们女主花一辈子了，也算她做了一件好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我看着眼前这些晦涩难懂的词句，一时有些恍神，但大概的意思我能明白。白云兰正仰着下巴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文字又开始出现。有了这2000两，我们女主就能买下她心心念念的那间铺子，往后再也不用看嫡母的脸色了。身为庶女，女主从小到大都过得凄惨无比，但她总是那么坚强，一直靠的都是自己。众夫人小姐们见状，立马围了上来。白云兰神色更加得意，又重复道：“请邹大小姐赔偿我的损失，摔坏了别人的东西，理应赔偿。但她的金钗远不值这些银两，更何况我还看见了那些文字。”我缓缓开口：“我认识摘金楼最有名的工匠，白二小姐的钗环，我定能替你修补好。”她闻言面色微变，却仍不肯妥协。她眼眶微红，突然委屈道：“邹大小姐何必与我为难？我只是一个小小庶女，像你这种世家大族里的小姐，指头缝里流出来的，都够我半年的月例。我从小过得艰难，好不容易攒些银钱买了这只钗环，不过戴了一次便被你毁了，你可知我有多难过吗？”文字瞬间出现，太可怜了，我们女主太可怜了。还等什么呢？女配又不缺钱，赶紧赔啊！摔坏别人东西就得赔钱，这是天经地义。众人小声议论起来，在场大多都是世家小姐，一眼便看出那金钗价值几何。于是便有人开口：“这金钗上镶嵌的不过是品相最差的珊瑚，如何能值2000两？白二小姐，你该不是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吧？你是在故意骗人吗？”白云兰闻言脸色大变，她低垂着头，片刻后抬起的脸上满是泪痕。这是我姨娘临死前留给我的最后一件念想，于我而言，便是千金万金也值得。如今我不过是要2000两，如何就是骗人了？我都快被她气笑了。你刚才不是说这是你攒了许久的银钱才买的吗？谁知白云兰早就想好了理由，这是我姨娘生前一点点攒下的钱，我及笄那日她买来送我的，我一直十分珍视，轻易不敢带出门来。闻得此言，平日里与我不对付的贵小姐们纷纷开始打抱不平。邹玉仪，你别太过分，人家白二小姐这么可怜，你还在这里说风凉话。不过2000两，你又不是拿不出，何必一直为难人家？2000两，身为邹家独女，自然拿得出，但我凭什么拿？就因为她比我示威，就因为她哭得可怜。男主来了，来的正是时候，快来看看女配的嘴脸。伴随着这条文字，言轻的声音同时响起：“玉姨，等了你许久了，怎么还不来？不是说好了赏花宴后陪我母亲一起去看新到的云锦吗？”虽提前说明了此次赏花宴男女同席，但言轻的出现还是吓了众人一跳。小姐们不自觉地让开了一条路。我细细观察言轻，见他眉头不自觉轻皱了一下。他先是看了一眼哭得梨花带雨的白云兰，而后低声询问发生了何事。我还没开口，白云兰便低着头，声音哽咽道：“公子请见谅，是邹大小姐摔坏了我的金钗。此事我本不该如此计较，可这是我姨娘留给我的，因而格外珍视，所以我……”她似是情难自抑，几番说不下去。言轻闻言点了点头，看向我：“若是如此，的确是你的错，你应该道歉，还要赔给他银子。道歉可以，但我只会给200两，100两可以买一只比这好数倍的金钗，100两算是我给他的补偿。”我开口打断言轻，他不悦地皱起眉：“玉姨，别这么不懂事。”我忽然觉得有些烦闷，这句不懂事时常挂在他嘴边，
矛头也永远指向我。即便他真如那文字里所说，从不曾心悦过我，可多年青梅竹马的情谊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白云兰适时开口，多谢公子替我鸣不平。若这世间之人都如公子这般帮理不帮亲，那我必然能少受许多委屈。他抬起头看颜青，目露仰慕之情。一众夫人小姐们对视一眼，皆面面相觑。我没了耐心，直接开口道：我只会给200两，你要便要，不要那就去报官，让府衙来给评评理。我话音刚落，白云兰面色登时变得难看起来。她看了我一眼，眸光阴鸷，而后她上前一步，突然俯身向颜青行了一礼。白云兰自嘲一笑道：看来今日我是得不到公平的对待了。也是，从小到大便是如此，我早该习惯了，不是吗？我心中嗤笑一声，转头与丫鬟玉萍低语几句，她点头，转身离开。但我还是要多谢公子仗义直言。文字直接变得很激动，这一段我看得太伤心了，这不就是说的我们吗？永远都不可能在有钱人手里得到公平。女主太坚强了，即便被欺负成这样，依然挺直着脊背。男主你在干嘛啊？你要追妻火葬场吗？我惊得瞪大了眼睛，眼前的文字实在震撼。白云兰她如何坚强了？如何被欺负了？然而颜青的脸色却越发阴沉，他猛然转头，定定看着我道：玉姨，现在立即将2000两赔给这位姑娘，你若不肯，往后我们便不必往来了。我颜青虽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但自是为人坦荡，断不会与伪罪他人、不知悔过之人相交。我冷笑一声，所以颜公子是要退亲吗？他愣了愣，眼中闪过犹豫，而后像是下定决心般，厉声道：不错，你若是一直这样跋扈，娶回府只会家宅不宁。我点头，那好，此事已早不宜迟，明日我就让母亲上门换回更帖。今日在场的诸位也请做个见证。颜青闻言面色一白，他身形晃了晃，险些没有站稳。如今我才知道，我所生活的这个地方不过是一个话本子。从文字中看来，我会因为对颜青的爱和对白云兰的恨变得面目可憎，最后自食恶果，不得好死。而他二人拿着我的嫁妆潇洒度日，背后还要感慨一句，若他能及时醒悟，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。可如今细看，白云兰不过是个爱耍弄伎俩的小人，而颜青才是那个真正面目可憎的人。世家小姐自记事起学的就是后宅生存，想要生存，先要学会看人。从前我不过是被青梅竹马的情谊蒙蔽了双眼，而如今我却看得清楚。颜青并不想跟我退亲，他惯用此法逼迫我向他低头，向他妥协。可他不过一五品小官家，京城中一抓一大把，而我乃左相独女。白云兰恐怕早就看上了颜青，此番作为不只是为钱，更为了接近他。在他眼里，颜青年少有为，家境殷实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可他却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我和父亲亲手将他捧到此处。官差来得很快，身后还跟着小跑的玉萍。见浩浩荡荡一群人，白夫人再也藏不住，连忙自人群中走出。她先是瞪了白云兰一眼，而后陪笑道：邹大小姐莫怪，是我平日里教导无方，我让她给你道歉，这赔偿什么的就别再提了。可我却不想给她这个面子，白夫人刚才怎么不出来？一直隐在人群里是想等着看热闹？若白云兰能要来这2000两，你回府后正好顺势讨要，若不能也可看庶女丢脸。白夫人，你难道不知道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的道理吗？今日我弄坏了白云兰的金钗，理应赔偿，但她不该蓄意讹诈，一码事归一码事。我将200两银票递到白云兰手中，她却不接，满脸愤恨之余，还想说什么。官差适时开口：你若是觉得这些银两不够赔付你的损失，那可以跟我们去衙门立案，但若查清你的金钗不值此价，按律讹诈要处以杖刑。他闭了嘴，却悄悄抬头看了颜青一眼，然后仿若害羞般垂下了头。眼前又开始浮现文字，我觉得女配很有格局，她说的那些话也没什么问题，有理有据。没错，反倒是女主这些举动让我觉得有些下头。这么一看，其实女配还挺善良的，
最后还是给了女主钱。你们没事吧？什么年代了，还喜欢看圣母女主吗？像女主这样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人，自然要有心机才行啊。虽然很多的词我都看不懂，但我知道这一边倒的文字开始出现了倾斜。第二日一早，我同母亲一起去严家退亲。我本不该来，可因着那些文字让我看清了严青的嘴脸，如今更是乐在其中，欲罢不能。我特意叫了一众人，浩浩荡荡去了严家。一路上若有人打听，我便让人据实以告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邹家准婿的身份，还有谁愿意买他的账。一开始，严青还是端着姿态，一脸我无理取闹的样子。但当退亲书递到他手里时，他彻底急了。玉姨，我承认我昨日是有些下你的面子，说跟你退亲也是气话。但那白二小姐着实可怜，你我都是富贵人家出来的孩子，自然不能体会。我也是为了你好，你若是落下个跋扈的名声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若你能去给白二小姐道个歉，我就当没有今日这些事，你看如何？我看着他，险些笑出了声。你我是富贵人家出身，你怕是弄错了什么？人家白二小姐好歹是四品典一家的女儿，而你家不过是个无实权的五品小官，且往上数3代，还是外县的泥腿子呢。一朝发迹，你怕是连祖宗是谁都忘了。你，严青指着我，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。你又是特意与我相识，往后数次偶遇，怕都是你有意为之，是我识人不清，该打。我本想扇自己一巴掌，但奈何下不了手，只轻轻拍了拍手背。严青，你不会真以为自己学富五车吧？若没有我父亲，你连进松鹤书院的资格都没有。旁人追捧你，不过是看我和父亲的面子，如今看来，你写的文章诗词当真是狗屁不通。周围的人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。你敢如此羞辱我？邹玉仪，你给我闭嘴！严青气急，快步走到我面前，但还没靠近我，就被家仆拦了下来。我抬起手，重重给了他一巴掌。啪一声清脆的巴掌声，紧接着就是严母撕心裂肺的哭喊声。你怎能如此跋扈？你怎敢打我青儿？啪，我又打了他一巴掌，哭喊声戛然而止。严母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漫不经心地拍了拍衣袍，我本来就是这样，从前是太过给你们脸面了。你现在必须马上给青儿道歉，不然我就让满京城的人都知道你如何跋扈无礼。你若是不怕名声，我不怕。我开口打断严母的话，你要去宣扬便去宣扬，让人知道我跋扈，就不会有人再敢不自量力舞到我面前。严母震惊，你难道就不怕嫁不出去？我轻笑了一声，嫁不出去更好，一辈子在娘家，就不会遇到你们这种母子，给我气受。再不济还能招婿不是吗？反正我们家有的是银钱。我看向严青，故意嘲讽，你真是离经叛道，如今看来跟你退亲当真是美。他见我心意无法转还，再不想假装，正要口出恶言，我扬了扬手，他瞬间闭嘴。眼前的文字异常激动，怎么办？我有点爱上女配了。这么看来，男主不就是个软饭硬吃的渣男吗？越发觉得男女主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别人，但其实自己啥都不是。什么意思？女配还有粉丝了？你们看不见他飞扬跋扈吗？说打人就打人，他正常吗？退完亲后，众人陆续离去。严青端起姿态，像个没事人一般，挨个送客，宛如一场退亲宴会。但众人都不愿理睬他，他脸色越发阴沉。我在严府门口好笑地看着。最后出来的是路上跟来看热闹的几个世家子，他们一脸笑容如春风，出门时还特意向严青拱了拱手。严青见状大喜，连忙询问，诸位也觉得我这亲事退得好？哎，邹家女子如此高高在上，跋扈无礼，我严某实在无福消受，想来诸位也是替我高兴吧。众世家公子们对视一眼，笑道，我们不是替你高兴，我们是替自己高兴。邹大小姐跟你退了亲，我们才好上门提亲啊。说实话，从前我们常私下里议论，总觉得你是给邹家小姐下了蛊，不然她怎么会看得上你？严青闻言脸涨得通红，开口便指责，你们怎能如此肤浅，简直贻笑大方。然而却没人理会他。一公子道，
你说我让母亲去请长公主说媒，能不能成？好啊，你小子这都想好了，难不成想捷足先登？李公子呢？糟了，他怕是已经回家报信了。我们也赶紧走。颜青站在府门口，面色铁青。这样也好，女主终于能跟男主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男主对我们女主本来就是一见钟情，只不过碍于青梅竹马的情谊，不愿意辜负罢了。女主昨天一回到家就写了封感谢信给男主，男主也是立马回信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双向奔赴的感情啊？2个月后，安乐公主生辰，特意在公主府设宴。这2个月来，通过文字，我得知白云兰和颜青已经来往数次，彼此确定了心意。我收拾妥当，正要出门赴宴，眼前又开始出现一排排文字。今天的宴会就是女配彻底身败名裂之日。比起什么张扬跋扈的名声，失了贞洁才是古代女主的滔天大祸。我们女主终于不再隐忍了。女主真厉害，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就让你再无翻身之日。还得多谢男主买通了公主府几个下人，夫妻联手，我看女配往哪里跑。我脚步微顿，转头吩咐，今日赴宴，秋水跟我一起去吧。秋水会舞，有她在，我心甚安。一到公主府，众人打量的目光齐齐落在我身上，那目光中有同情，有嘲讽，有好奇，亦有崇拜。我全然不在意。平宁郡主急步上前，拉了我往一旁走去。玉姨，恭喜你啊，这亲退得好，退得妙啊。我早就看那颜青不顺眼了，道貌岸然，还总喜欢说教你。如今好了，总算你开窍了。我有些哭笑不得，拉着他往花厅处走去。白云兰独自坐在一旁，见我过来，突然起身道：那日是我冒犯邹姐姐了，还望姐姐莫要生气。我还没说话，平宁郡主抢先道：你知道是自己冒犯就好。白云兰脸色一变，眸光阴沉地看了我一眼，最终却什么都没说，咬牙忍下。先让你们得意一会，等下看看你们还笑不笑得出来。我看着这些文字，不自觉地勾了勾唇角。宴会开始，我端坐在座位上，一直跟平宁郡主小声闲聊着。见我迟迟没有要起身更衣的意思，白云兰有些坐不住了。她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，轻声道：邹姐姐，我敬你一杯。她举杯，却好似没有拿稳一般，酒水朝着我径直泼来。秋水快速出手，挥袖挡下了酒杯，顺势悄悄轻推了她一把。我抬脚踩住她的裙摆，白云兰站不稳，重重摔在地上。她痛呼一声，狼狈地挣扎着站起身，看我的目光越发阴沉。我笑了笑，故意如了她的意，我先去更衣。白二小姐以后与人敬酒，可要拿稳酒杯，这是最起码的礼节。公主府花园不小，穿过一片小竹林，便是更衣用的阁楼，阁楼旁还有一处静谧的小院。我正往前走着，鞋子里忽然冲出一男子，他二话不说，一棍子敲上秋水的后颈，然后拉着我就往那小院扯。正在此时，秋水迅速起身，一脚重重踹在那男人身上。他吃痛，大喊一声，摔倒在地上，后脑勺磕在甲石上，瞬间晕了过去。原来这就是那些文字中所说的白云兰的反击。我撇了撇嘴，心底冷笑连连。邹大小姐，一声轻唤自远处传来。平宁郡主身旁的小丫鬟跑到我面前，我们郡主可能出事了。我心下一慌，急忙询问。小丫鬟道：邹小姐离开后没多久，就有一个衍生的丫鬟来郡主跟前禀报，说您在假山那儿不小心扭伤了脚，让我们郡主去看看。郡主担心您，二话不说就跟着那人走了。奴婢不放心想跟着，郡主却让奴婢留下，以防跟您走岔了，您提前回来。他说这是自己表姐的公主府，断不会有什么危险。可奴婢越想越觉得不对，又不敢惊动旁人，只自己来寻。如今见您好好的站在这儿，只怕是我们郡主有危险。我听他说完，半点不敢犹豫，快步朝假山处走去。路过一个院落，鬼使神差的，我突然停下了脚步。细微的响动声传来，一个嬷嬷正在院落里张望。你是何人？我开口询问。他吓了一跳，反应过来后迅速转身行礼。奴婢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徐嬷嬷，今日特奉娘娘之命，给公主送上贺礼。
路遇此院落，闻到一股不寻常的异香，此香奴婢以前闻到过，是不是什么好的，所以特来查看。我闻言大惊，连忙吩咐秋水踹开房门。只见平宁郡主满脸潮红，神志不清地躺在地上，用力地撕扯着自己的衣袍。我将她扶到小丫鬟背上，沉声开口，避着些人，先将郡主送去安全的地方。我又朝徐嬷嬷道，还请嬷嬷跟我去找安乐公主，也好给此事做个见证。徐嬷嬷闻言郑重点头，奴婢定会如实禀报。出了小院，没想到迎面竟撞见了颜青，我愣了愣。此处虽靠近南宾所在的前院，但当中相隔了一大片桃花林，即便迷路，也绝不会走到此地。我眯了眯眼，心中瞬间了然。颜青看见我也愣了愣，而后故作镇定地开口：“你怎么在这？”我已是愤怒不已，但却仍旧强压着，故意说给徐嬷嬷听：“颜青，你真是一次次让我开了眼界。白云兰与你合谋，让陌生男子纠缠我，意图毁我清白。而你也没闲着，你借机引平宁郡主出来寻我，再给她下药。你出现在此地，就是想坐实自己与平宁郡主的私情，借此攀附郡主。白云兰以为你对她情意深重，不想你却有自己的心思，当真卑鄙无耻至极。”颜青闻言后退了一步，忙辩解道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玉姨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？”徐嬷嬷沉声开口：“是不是误会，一查便知。老奴在宫中服侍30余年，阴私手段见得多了，比这高明的比比皆是。但验过留痕，想要全身而退，得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何况这里是公主府，敢在别人的府上动这些手段，还敢搅了公主的生辰宴，实在胆大包天。”颜青听着徐嬷嬷的话，瞬间反应过来，她身形一顿，整个人害怕地发起抖来。“我不是，我就是走错了，你们误会了。”我余光瞥见护送郡主回来的秋水，给她递了个眼色。秋水上前一掌劈晕了颜青。我缓缓开口道：“这么喜欢拿女子名节做法，那就让你也好好尝尝这滋味。”徐嬷嬷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终是什么都没有说。回花厅寻公主的路上，正遇到一群人浩浩荡荡自远处走来，为首的是安乐公主和白云兰。我拉着徐嬷嬷隐在人群后，跟着他们一起朝前走去。到了我刚才想更衣的阁楼处，他们又转弯去了一旁的小院落。安乐公主问白云兰：“你确定邹家小姐进了此处？”白云兰闻言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我不会看错的。邹姐姐今日穿戴格外华丽，引人注目，不像我。”安乐公主挥手，不耐烦地打断了她，伸手推开了房门。只见屋内轻纱帷幔里，隐隐映出2个赤裸着上半身的人影。安乐公主见状，立马无眼，嘴里低喝晦气。白云兰却突然开口大喊：“邹姐姐，你糊涂啊！青天白日，公主府内，你怎能与人私会？”一众人闻言皆大惊失色。安宁公主转头，神色古怪地看了她一眼：“你说谁糊涂？”我自人群中走出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她。白云兰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：“你怎么在这？你不是应该……”她说着又往屋内看了一眼，只一眼，白云兰身子晃了晃，险些晕过去。只见床上躺着人影交缠的2人，赫然是颜青和他的远房表哥。白云兰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张口就敢污蔑我！床上的人分明是颜青，至于另外一人是谁，一查便知。我只是很好奇，你为什么张口就喊我的名字？白云兰愣在原地，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安乐公主闻言看了他一眼，眸光幽深。周围人小声议论起来：“太明显了，真当我们都是傻子呢。”此事一看就是白云兰设计陷害，那陌生男子怕也和他脱不了干系。从他在花厅故意点破邹小姐不在，非要引众人来此处，我便猜到有猫腻。他没看清来人直接喊破，就更可疑了。都是后宅里长大的人，谁不知道这些手段？意图毁了旁人清白，这行径着实下作。徐嬷嬷适时上前，先是低声与安乐公主耳语几句，而后大声道：“奴婢亲眼所见，颜青颜公子亲口承认与白二小姐里应外合，设计陷害邹小姐。”白云兰大惊，上前就要朝徐嬷嬷动手：“你胡说！我没有！”
安乐公主抓住他，反手给了他一巴掌，放肆！母后身边的嬷嬷也敢动手？好你个白云兰，敢在本宫生辰宴上耍心思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白云兰闻言手不受控制地哆嗦起来，她不顾羞耻，朝床幔处走去，一把拖下昏睡的颜青。颜青摔在地上，悠悠转醒。发生了什么？他茫然地看着四周，意识回笼后骤然大惊，慌忙将被子围在身上。白云兰眼底迅速蓄满泪水，背对众人对颜青哀求道：颜公子，你快向他们解释，今日之事是你一人所为，与我无关。他一边说，一边可怜巴巴地望着颜青，用眼神示意他。颜青打量了四周一眼，待看清床上那人，瞬间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他嘴里喃喃：完了，全完了。他骤然起身，抓住白云兰的肩膀，用力摇晃。都怪你，就为了报复邹玉仪，非要搞出这么多事，偏你又不聪明，计谋叫人一眼便能识破。如今我声名尽毁，你满意了？白云兰眼中闪过一丝愧色，放轻了声音安抚他：颜公子，你先冷静一点。你让我如何冷静？白云兰，你还安慰他？你也是个傻的。平明郡主被丫鬟搀扶着，缓缓走进来。我见状连忙拉住他：平明，别乱说话。他先是安抚地拍了拍我的手，而后大声道：我堂堂郡主，谁敢在背后乱嚼舌根？况且此时颜青又没有得逞，我怕什么？他上前一步看着白云兰：你以为颜青对你情真意切，可知他在你们的计划中偷偷做了手脚，想毁我清白，好借此攀附我。你以为报复了玉仪就能与他长相厮守，可知人家压根没把你当回事。白云兰诧异地看着他，一脸的不相信，但他沉思片刻后，猛地转头看向颜青，大喝一声：你这个畜生！而后他一把抓住颜青的头发，与他扭打起来。你说我报复邹玉仪，难道不是你被退了亲后，处处被人嘲讽，心里怨恨，才与我一拍即合的吗？你也确实提及过平明郡主，当时我还纳闷，无缘无故为何要提起郡主？原来你是一直惦记着失了邹家，好再攀一门好亲。我看他们说的很对，没了邹家，你屁都不是。颜青闻言恼羞成怒，几巴掌扇在白云兰脸上，直扇得她脸上高高肿起。众人在一旁看戏，全然没有上前拉架的意思。我眼前的文字骤然闪现，多到凌乱无序，满满的文字，险些让我看不清楚。他俩到底是不是男女主？男女主就这个三观？我看女配才是女主吧，这是系统文还是重生文？女配不是女主我不看了，男女主什么玩意？真是让我开了眼了，这是古代啊，你毁人清白与杀人何异？这样的男女主简直辣眼睛，看他们互相撕，简直不要太爽，恶人还得恶人磨。我看着眼前的文字，心底竟然有些感动。这世间果然还是明事理的人多啊！此事闹得沸沸扬扬，想瞒都瞒不住。除了徐嬷嬷的证词外，很快便揪出了被买通的公主府下人，更查出另一个男子，就是白云兰姨娘家的远房亲戚。那男子能轻易被白云兰蛊惑，自然不是个心性坚定的。还没来得及用刑，他便招了个干净。白云兰回家便被白夫人痛打了一顿，本想留在家中养伤，但皇后的懿旨直接下到了白家。皇后得知此事后异常震怒，下旨将白云兰关进清静庵，终身不得出。清静庵是专门关押犯错官家女子的地方，进了此地，不但有做不完的活，还有受不完的错磨，更有长久被关押后失智发疯的人。被关进去的人，至今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来。白云兰本就有伤在身，皇后又特意下了懿旨，清静庵的人只会对她变本加厉的错磨。而颜青彻底坏了名声，成了京中人人喊打的存在。严母劝他离京暂且避避风头，但他却不甘心。犹豫间，皇上便下旨撤了严父的官职，并勒令严家10日内搬离京城，3代内不得再入京。严父怒极攻心，数次晕厥过去，清醒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开祠堂，要将颜青除名。严母几次以死相逼，严父都没有松口。严母除了将自己弄了一身伤外，此时已经重病卧床不起。女主要小心啊，颜青发了疯，
想在京郊踏青那日刺杀你。颜青狗急跳墙，准备破罐子破摔了。这就是不怕恶人，就怕疯子啊！我看见这些文字，心里一紧。而更让我惊讶的是，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叫我女主了。踏青那日，颜青果然出现在我面前。我特意吩咐人别阻拦，他一改往日倨傲的姿态，低垂着头，声音哀求：“玉姨，是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看在你我一起长大的情分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发誓从今以后，心里只有你一人，哪怕你让我入赘邹家，我也绝无怨言。”我闻言嗤笑了一声，嘲讽道：“颜青，如今你就是想入赘，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资格。况且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原谅你这种人渣，恶心自己和你在一起？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吗？”颜青，自知之明4个字，看来你这一辈子都学不会了。他抬头看我，眸光逐渐冰冷：“邹玉仪，你当真要如此无情？”我看着他没有说话。他突然从怀中掏出一物，寒芒一闪，他握着刀，直冲我而来。然而还没等靠近我，身后的树上突然闪身下来一人，他动作快如闪电，手起刀落间，颜青的头身便分了架。他死不瞑目，一双眼睛瞪得极大，似是不甘地看着我。我向来人道谢，多谢大人救我一命。他闻言连忙低声道：“邹小姐言重了，属下奉安乐公主之命保护邹小姐，这是属下的职责。”他看了颜青一眼，目露不屑，如他这般卑鄙之人，死不足惜。知道了颜青今日会动手，我特意向安乐公主借了一个暗卫，我有心置颜青于死地，自然要一击即中。我最后一次看见文字，是他们向我讲述白云兰最后的下场。她进了清静庵不过半月，便被折磨得不成样子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连睡觉也不能安生，身上的伤得不到救治，越发严重，腐烂后散发出一阵阵臭味。庵中的尼姑们错磨她，她怀恨在心，想一把火烧了清静庵。谁知庵中众人早有察觉，白云兰放火那日，大多人都提前躲了出去，剩下的人故意放纵白云兰纵火，但特意将火势控制在只烧起了一间茅草房。他们又将白云兰扔进那间着火的屋子里，关紧房门，活活烧死了她。据说那一夜，火光冲天中，只有白云兰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和咒骂声。而此刻，母亲正满脸愁容地看着我。你说安国公世子，康侯嫡次子，还有大理寺卿家的小儿子，选谁好呢？这3个孩子我都打听过了，都是人品才华出众的好孩子，太难选了。不然咱们抓阄吧，玉姨，你看怎么样？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